留下。放开我！少主心中可有大局？神离的气息，等我取出他的碧海苍珠。这具没用的尸体，便留给少主做个纪念吧。赶快放了他！不可能！只差一点，我们便可成功。你叫我如何放弃？若非要你放人呢？那便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本王今日必要踏烂你的尸体！你也该为灵界众将领偿命。若能死了，倒也罢。
徐庭渊也没事了。看来我也回不去了，可至少我少出了很多笑容。今已经清醒，偷袭仙界与灵界之人，已被我灵界碧苍王剿灭。灵尊特意着我来报，望天君安心。甚好，甚好啊！没想到碧苍王有那么大的本事。碧苍王现在何处？他此次出战有功，本君要好好嘉赏他一番。谢天君厚意，不过不用了。王爷已战死东海。战死？
神君为何来此啊？方才说的何人？灵界毕苍王沈离于昨日东海战死。荒谬！此等消息，怎能未经核实便上报？神君，两界通信，若不核实，是绝不会上报的。如若不实，末将愿受五雷轰顶之责。末将曾在东海听到敌人呼唤，他用的是止水术。这天上地下，唯有行止神君通晓止水术。止水术，他们如何习得神明之术啊？沈离，沈离，沈离，沈离！沈离。沈离，是幻觉吗？
生早已不属于我自己。我该护三界苍生，该以大局为重。我有那么多的不幸、不能。
见你，清风朝雨渡边疆，梦醒时分谁又轻叹苦短，眼前未见你，沧海无从更辗转，只余星空余年无常难暂。相依忘湖水，甘愿沉默不惧烦。水中月宿谁系？如水一尊团。长夜太寂寥，用一方刻度微凉。无所求，为你空话。斩断秋冬，只剩续一场梦。春冬星辰，愿速回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空，苍茫之中相拥。望海天尽头，一切终归于寂然。细雨勒丝幻觉，如朝露飘散。不离于世间，遥想昨日何一旁。无所谈，只求无憾。斩断秋冬，只剩续一场梦。转动星辰，愿速回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空，苍茫之中相拥。世界事，换作尘埃一粟，离合最匆匆。宿命哪怕难违，偏要与共。不惧岁月，把天边一缕风。风起时缘分杯中，再重逢。仍有万物同在，同一片星空。踏雁归来，遨游碧海苍穹。空荡荡的，一丝灵力也无，简直像个未曾修炼的凡人。里面那人醒了，快去通知大人。这回怪得很啊！你想想，大人在房间里那么长时间没出来，
只用这一个阵法困着这个碧苍王，我要是贸然前去，会不会？我让你去你就去，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以后耽误了大人的事，你我吃不了兜着走。去呀！他们要练上，你就主动催化催化，给他们就好了。有什么不能招的？这个法阵每天这么取你的血，你不嫌痛我都看恶心了。你看看我，堂堂北海三皇子北小炎，我连内丹都给他们了，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？知道与我一同落难的人不开心，我便安心了。碧苍王神力，今天你能听见啊？嗓子也是好的。你好不容易有这么美丽开头的一天，你说话就不能悠着点儿？这种鬼地方，怎么开头也都不会美丽的。我倒是希望我日日皆是五感全失。还好嘛，就是眼睛看不见。你嗅觉呢？触觉呢？你今天要是没有触觉的话，还能好熬一点。托你的福，我今日五感恢复其三，触感便在其中。那你可得忍住啊！我可不想等会儿法阵启动的时候听见你惨叫，我会害怕的。哎呀，自你们那日海上一战，已经3个月了。哎，3个月了。若是在人间还好，此处若是在仙界或是灵界，外面只怕早已沧海桑田。神灵，哎，神君醒了！神君，你可算醒了！来，慢点，慢点。神君，你身上这些被天道力量所反噬的伤，我们根本就治不了，只能就近将你带回东海龙宫。3个月了，整整3个月了，你可吓死我们了！是啊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在神君昏迷的这3个月里，小王差遣了无数解冻的虾兵蟹将，终于在海底的一处寻到了那残枪的遗迹。经过灵界军事鉴定，那确实是碧苍王生前所持之枪。他们还想要回去，我是费尽口舌，苦口婆心，终于给您留下来了，就在此处。慢点，神君。灵界的人怕是以为你已经战死了。不知灵尊的伤势恢复的如何？都城恢复秩序没有？肉芽和须须会不会哭？还有天外天的神君会不会也有几分感慨？失了些许淡然，只是
心之身上的背负太多，他不能失去那份淡然。便是三界皆悲，他也不能有一分动容。这是神明应有的态度。当初那般怒，那般避，可终究还是躲避不过。早知有今日，当初就应该对沈离好一点，更好一点，至少护得他不会受那么重的伤，哪怕让这茫茫三界古今诸神、浩渺天道全都知道。如今，三界确实也都知晓了。只可惜，都怪你，把这弄得这么深。更麻烦的是你的五感，还有声带，每天皆有几感莫名消失，要么今日无法视物，要么明日听不见任何声响，说不出话，要么就像今天这样，消失两感，出现三感，每天皆在变化，太刺激了。是啊。真是烦不胜烦。不过左右都是身处于牢笼之中，五感于我而言早已经不重要了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难道你不是吗？在这没有法力，寸步难行。有时阵法启动时，我甚至庆幸自己时不时消失一下的触感，他们越是竭尽所能的折磨我越是毫无所感，心里还生出一股优越感来。王爷可还安好啊？
生，这家伙居然还没有死。原来你附身之谜是取自你的附身之力。来的路上，听闻王爷最近干场诗，今日看来，虽双眼无法视物，听觉却恢复了呀。东海一战，他们也算是损失惨重，暂时无法出去为非作歹。此时若能与仙界联系，哪怕仙界的兵再不管用，做将士拿了他们那些通天的法器，战力至少能提高10倍。若我能回去，月吗？是没有回去的一天。3个月了，我已有些担忧。王爷，还不愿意主动交出碧海苍珠？碧海苍珠，你若真有本事，别需要废话。3个月，你能炼化我吗？我求求你了，做个哑巴，别再刺激他了。王爷五行为火，又是凤凰之身，东海之上一场涅槃，将碧海苍珠融入了血液之中。这世间所有的炼液都无法灼伤，确实，这小小的法阵无法炼化你。王爷不肯配合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三皇子莫要害怕，你和他不一样，你对我们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看来王爷也是会知道痛的呀，那便受着吧。王爷，
抓我的时候可没有这么纠结啊。别诈尸啊！你没死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没死。将北海所有的情报都告诉他们，令北海王族王权被夺，使其成为傀儡。偷袭仙界，三皇子心中便无半分愧疚。我自然愧疚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又不是你，我受不了这样的痛苦。而且我母妃有罪，自幼便受他人歧视。北海王族之于我，实在是无甚亲近。我背叛他们，也是无奈之举。世人没有几个苦衷，但是背叛总是让人难以原谅。人不为己，天地诛。你又何苦与他们嘴硬呢？这个阵法已经开始生效了，你就把那什么珠子给他们就完了，你也能少受点苦啊。绝无可能。我真不明白你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能笑得出来？当然，本王已经被练出来了。练出来了。丝线阵法已经开启，不出3日，沈离体内的碧海苍珠就能被我炼出。少主啊，碧海苍珠，咱们就要到手了。认命吧！待我取出了碧海苍珠，沈离那具残破的躯体，任你处置。我说了，沈离不能走。
王爷，既然是魔法把我救了出来，他又背叛了浮生门。可就算今日口能言，我对他也已经无话可说。接将士和百姓的性命，已经在我们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。那个与我行军作战、同生共死的兄弟，已经亲手把自己杀死。如今跪在我面前的，是反灵族疆域、屠灵族百姓、杀灵族将领的敌人。若枪在手，我便会与他一战。王爷，来不及，区区内定了。我要是引开追兵，对不起了王爷。阿离，阿离，你这是？你跟我说过，
你能照顾好你自己，怎么会把自己照顾成这个样子？啊！你从来不会在人前喊疼，你这样的表现，如果不是你在睡梦中，恐怕此生都没人会看到。真应该好好教训你的，你这个逼草，你为什么这么逞强？一定是这段日子，你过得非常痛苦，非常难过，没有人在你身边护着你，你只好一个人逞强。从此以后，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护着你，不管是天为天堂，还是三界俱毁，我一定会护你无虞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你还在，我可以自己走。时至今日，你我已是陌路，下次若战场相见，沈离必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今日，你要么杀了我，要么便走吧。阿离，是我。今日我看不见，也听不见，但我还不是个废物。你若还念一丝情感，便走吧。大胆，放本王下来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放手。莫凡不会如此僭越。你是谁？既然你看不见也听不见，便也不知道我是谁。这些天我如此寻你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你身上有海水的味道，可是附近的渔夫。渔夫？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你且听好，我非寻常人。你看我这一身不同寻常的伤，便该知道。但是，即便我伤成这样，你若想害我，我也有100种方法对付你。但你若想帮我，他日待我伤好，我必定写重礼来报。你都这样了，还在跟人斗智斗勇。沈离啊，沈离，我不知道是该夸你，还是该心疼你。我感觉到你胸腔在震动，但我听不见你说话。若你答应帮我，
是中午还是晚上？午时。这是哪儿？东海边上。魔坊竟然把我送到了东海边上，他难不成指望有谁还能将我捡回去吗？灵族一旦确认的事，便不会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。我失踪一这般久，灵尊定是认为我死了，哪还会派人来寻我？至于仙界，愿望没人会来寻我吧。虽说我御剑行之之后，好似每次战斗都会受伤，但每次行之也都会恰恰救了我的命。而这次，我自己来。真狼狈。还吃吗？这6根玄铁由内外契合而成，由外面的玄铁将里面的铁心包裹住。当时，他们是由里面的铁心穿过骨肉，再将外面玄铁宣合而上，将两者拧在一起，一头连一根铁链，可知我无法挣脱。没想到你做事如此仔细，可有修道的想法。待我伤好后，倒是可以给你寻一条门路。我却认为，仙道却不如今自在。仙人们是极自在，那仙界最不自在的，怕仅仅只是那一人。是身体却是有个极限。
行吗？可以，继续。来，过来晒太阳。我不过去了，我会害了你。我很厉害的，没事。我知道自己应该离开这个怀抱，我们的责任都逼迫着我们两人应该渐行渐远。但是，愿上天仁慈，原谅我这一刻的无法挣脱和不管不顾。就让我做完这一场梦。恍然又见你，清风校园灯亮着，梦醒时分，谁又轻叹苦短？眼前未见你，沧海无从更辗转，只余心风余年无常安暂，像一汪苦水。甘愿沉默不知返，水中月似谁系，如水无心伤。长夜太寂寥，有你方可独揽，无所求，为你风华。斩断囚笼，只身续一场梦，转动心间，愿速回，触
心是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，漫目的空，苍茫之中相拥。望海天晴窗，一切终归于寂然。细雨勒丝万卷，如朝露飘散。不离于虚间，遥想昨日何以盼，无所谈，只中无憾。江南秋浓，只身虚影长梦，转动星辰，愿足回初相逢。能有万物同在，共一片星空。他愿归来，遨游碧海苍穹。我说呢，有哪个渔夫能有如此特别的气质？行止啊行止，我还真的又被你捡到了。上天当真不仁，竟许咱俩如此孽缘。你救了我，却不点名，不说破，是因为你猜到了，如果我知道身边的人是你，行止走了，开始吧。
若是如此，我以后还如何握得住枪，如何护得住族人？怎么了？打到你了。没事儿。身体原因，最近有些急躁。明白。伤到你哪儿了？是这里吗？不是。是这里？也不是。对不起，戳到你眼睛了。没事没事。是这儿。我以后尽量控制。不用的，你不需要控制。在我这里，你不必控制，可以肆意妄为。怎么了？我要如厕。我扶你。哎，不要，我。我扶你吧，来吧，又不是第一次了，有什么好尴尬的？走。真的不用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哎呦，别逞强了，来吧。如此练下来，身体倒恢复的挺快，但就是五感时好时坏。没有触觉的时候，只能侧重于视觉、听觉；不过没有听觉的时候，倒是让我的嗅觉锻炼得更加敏锐。这段日子下来，五感竟都有提高，真是塞翁失马了。原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一直在用他的方式守护我。我饿了，我帮了你汤。不错。来了，我去了。啊。
等不及抛开，日月渐行相连。魂归虚远，世事只为你盘旋。每度轮转，有爱绵延，一如远行，蓝色满天。现来时，依然不倦。还真把自己当成渔夫。与初时那种味道不同，那时他身上竟是海风的味道，不掺杂半点鱼腥，就像是他在海上闲着吹了几个月的风一样。而现在身上什么味儿都有，咸味儿、鱼腥味儿、血腥味儿。他是很认真的在做一个渔民，就像他在凡间一样。虽然带着仙界的记忆，但他也只是专注着做那时凡人该做的事。如此随遇而安的心态，着实让人佩服。冷吗？不冷。这个给你披着吧，这温度我觉得刚刚好。哎，能在这山上做生意的，哪个不是有点修为？他们有为霸一方的妖怪，有修仙门派的高手，体魄都比常人强了100倍，也没见谁这么慌啊！唉，此处寒冷，不同于别处，风水中都有些法力，刺人的很呐。即使是法杖，也抵挡不住。这雪还要下多久啊？难道风雪不停，我们就没法上山？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上山，跟我走。这雪山金蛇妖是什么来头？架子断得这么高，以前也没听说过。那只能说明你不喜欢买这些宝贝。这个金蛇大妖啊，搞不好比我活得都久。这么老，竟是上古的妖。我方才是不是脱口而出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？我是说，跟你一样年纪的人，都没有你长得这么……这话好像也不对。放狠话、下杀手我都在行，但安慰人这一事儿，我确实有点力不从心。我是说，你的年纪，你不说，没人能看出来。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。果然让弯子安慰人这种事儿，一点也不适合我。你真的介意我的年龄比你大吗？我不介意，我一点也不介意。但是其实，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也不用在意我的想法。我在意。整个3界谁都可以说我年纪大，唯独你不行。神君还是莫要说这样的话吧。山高路远，你伤刚好，我来背你吧。
不用，这点路我可以自己走。上面写的什么？有朝一日，刀在手，杀光天外天上cổ，抢光上古神，冲我妖尸窟本。你是唬我看不懂这上面的字啊？我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。骗你干嘛？那你可是得罪这个人了。没有过。那为何这血战蛇妖？这是什么风把神君给吹来了？是男是女？是男是女又何妨呢？奴家金娘子，有礼了。一身公子装，却自称奴家。神君带的这姑娘戒心好重啊！在金娘子面前，戒心怎能不重？神君好坏，怎能这样说奴家？此人当真没有问题？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会不会媚术妖法之类的？这你放心吧，他勾引不了我。就算他会媚术，他也不会施展在我身上。神君说什么呢？奴家可是一个字儿都听不懂。在外面站着说多累啊，咱们进屋坐下，慢慢聊。这门通向哪里？通向任意之处。走吧。
快坐吧。姑娘，你可愿陪奴家下一盘棋？沈离棋艺不精，就不奉陪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神君来。神君怎么扭扭捏捏、磨磨唧唧的？看来是要奴家帮上一帮了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吧，这是有什么事儿连神君都解决不了，要来找奴家了？想请你将她的病医好。俏姑娘病了。气血虚弱，想来前不久定是受过重伤，但是这伤势已经痊愈，应该没什么大碍才是啊。神君要我治什么？但她的法力尚未恢复，并且五感时不时会消失。哦，这倒是奇事。来，姑娘，伸出手让奴家把把脉。呀，这竟伤成了这样，怎么这么烫？很烫吗？嗯。这些日子行止不少接触。真是越发的不中用了，连个人也护不好。人家姑娘家都伤成这样了，也不见你心疼心疼，当真是薄情寡义。妹妹，你跟着他定是不开心的吧？不如你将他踹了，奴家再给你介绍一个。同为女人，奴家自是更懂你。这金蛇妖竟如此喜欢戏弄他人。姑娘原是凤凰之身，就奴家看来，姑娘前不久应当是刚刚涅槃过。按理来说，不管是身体还是灵力，都该有较大长进。但是，姑娘身体里好似有一灵力充盈之物，在你涅槃之时，结火将此物焚化，融入你的血脉之中，致使此物与你本身的灵力相冲，气血逆行。这才导致你法力暂失，而后你又一直失血疲弱，灵力低微，以至于你的五感都时好时坏。若是长久如此，恐怕只会愈演愈烈。姑娘或许真的变成了废人也说不准啊。不过姑娘别担心，血妻子能助姑娘恢复身体基础，寻回五感；五彩熔火莲呢，可助姑娘顺气行血，疏通血脉，帮助你体内的两股力量相融合，这样才算姑娘真正的完成涅槃重生。你说的都对，神君也没有找错人。这两味药虽然极为难得，但巧的是，现下我的手里都有。若娘子愿意相助，沈离必竭力相帮。不必如此麻烦，姑娘，让奴家再给你介绍一个就行。哎，打住，他不愿意。那可怎么办呢？神君这平白无故的找我要这么名贵的两味药，什么报答都不给奴家的吗？天外天的星辰，近些年格外明亮。若是娘子医好了神灵，行止，摘星一报。
哎呦，天外天的星辰，奴家几千年前怎么求神君，神君都不给，这下竟如此轻易的答应了。哼，先前是奴家错怪神君了，原来神君竟如此看重这位姑娘。神君，你怎的也不早些表现出来，不然奴家可不敢这么光明正大的给姑娘做媒。那些星辰应该不能随便摘吧？若是摘了，你会有事吗？成了，奴家帮姑娘治病便是。只是治疗一旦开始，一连9日，日日都不能断。一旦中断，前功尽弃不说，姑娘也许会就此命丧黄泉哦。劳烦娘子了。无妨无妨，这天儿也不早了，两位上山怕也是累了吧？今日回去先好好睡一觉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你给我回来！又怎么了？多待一日，沈离便多痛一日。据我所知，血妻子的治疗方式比较简单，今天便医好她的五感。好吧，好吧，也是难得见神君如此焦急的模样，也算是托了姑娘的福了。走吧。姑娘静心闭眼，好好调息。可觉五感通透须臾。这就完了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感觉一下。触觉在。檀香，嗅觉在，有些苦，味觉也在。行止，我的五感终于恢复了，此药果然管用。金娘子的医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好说好说，那我这血妻子也给姑娘用了，五感也给治好了，我就去休息了。他是在说话吗？说什么了？二位贵客，奴婢引二位到别院吧。哦。这里白日是不会对外开放的。这些宝物都是奴家拿来卖的，不过，若是姑娘喜欢的话，奴家倒是可以少做笔买卖，将东西送给姑娘。只是，若姑娘愿意从奴家山里捡走一个独身郎君，那便好了。休得胡言！奴家只是开个玩笑嘛，神君这边粗，真是小肚鸡肠。姑娘，我们走。神君，
这里面可是奴家要为姑娘治伤的地方，你可不能进。还望神君在外守着，切莫放外人进来哦。在里面，我也可以守着。那可不行，待会儿姑娘可是要宽衣解带的呀！啊，要宽衣解带？对呀。哎呀，早与你们说过了，姑娘这是涅槃未完成导致的功法尽失。这五彩熔火莲是要帮助姑娘完成涅槃的。涅槃之时，姑娘周身火焰可助万物，弄不好连她自己的身体也承受不住。我原身为蛇，通体冰凉，且鳞甲皆带有术法，有我从旁协助，可助姑娘压制体内炽热温度，冰冰凉凉的。我如此努力配合，你们还用这种眼神看我，奴家委屈，哄不好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姑娘的身体怎可让男子随意瞧见呢？就算你是神君，那也不行。你若非要进去，那好，你来治疗，我在一旁守护指导。只是这治疗过程中，神君必定会有肌肤之亲。神君你行吗？算了，我在外面守着便是。但还望金娘子注意分寸，不要再说不该说的话，莫要再玩笑。走吧，姑娘。这里面什么都看不见，声音也像是被厚厚的石壁隔绝了一般，也嗅不到任何味道，简直像是再一次陷入无感全失的地步一样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虽然行止不在我身边，但我还是那个无坚不摧的碧苍王。没事儿，走吧。奴家可真是喜欢姑娘的脾性呢。随我来。这里便是奴家素日练功打坐之地了。那又通向何处？那儿啊，那里可不是服务该去的地方。姑娘知道奴家是妖，既然是妖，就难免会生出一点邪念。那处洞穴里，装的就是奴家数万年来剥离下来的邪孽物。奴家将他们封在此山深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他们长成什么模样。所以，姑娘，你若爱惜性命，便一定要记住，千万别去那，千万别对他好奇。那方才是我问的冒昧了。无妨，本来这些也是要交代你的事。请吧。别紧张，这可是奴家亲手调的佳酿，别的地方喝不到的。尝尝。多谢。开始吧。有劳了。好妹妹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们山里的老师吗？有好几个真的不错。这神君年纪这般大，哟，神君这是生气了呢。
险些都忘了，这以神君的法力，要透过这些法力屏障行一些偷听之事，那可是铁的很呢。原来行止是在偷听啊！罢了罢了，妹妹，你只偷按一遍可。好。这行止神君3棍打不出个屁来，如今也知道急了，关键时刻还是得靠老娘撮合。我要开始了。这便是五彩轮回，会有些痛，你且忍着。这才第1日，后面还有8日呢。还可以吗？罢了罢了，谁让奴家如此心地善良呢？奴家就舍命救你一回呢。姑娘现在可有不适？没有，只是觉得身体里好似有些奇怪。怎么？我说不上来，只是觉得舒爽了许多。如此便好。金娘子，沈离有疑问。这碧海苍珠原本就是属于我的东西，我是衔着它出生的。
为何他的灼热之力会与我身体里的那股灵力相冲？衔珠而生，原来姑娘便是大名鼎鼎的碧苍王啊！这股力量既是王爷先天便有的，那依奴家浅见，定是你后天习的灵力术法与这股力量相冲，所以才导致两股力量无法融合。后天习的灵力术法，我的一切是灵尊那里学来的，碧海苍珠也是他给我的。灵尊既然知道碧海苍珠，便必定知道我身体里的灵力与碧海苍珠的力量相冲。既然如此，为何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要如此教我？今儿可真是个稀奇的日子，竟然有些个不要命的家伙到奴家这里来撒野，可难对付，治疗不可中断。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都有神君在，凝神静心，莫受其扰。看来是有些难收拾。不过妹妹别怕，我先出去将他们应付了，再进来接你。我和你一同去。你没有武器，灵力也尚未完全恢复，你不能去。在没有被完全治好之前，你别安心在此疗伤。我来。星芷，你醒了。金娘子说，这里是她丢掷邪念欲望的地方，她在这里施了封印，应该没那么容易出去。她倒是会挑地方。此处本就是天地大道间自成的一个封印之地，再加上她的法术，易进难出，这儿确实是一个封印妖物的好地方。金娘子跟我说，跟我体内这股灵力所抗衡的，或许是妖力。她都能看得出来。你与我相处了这么久，难道没有看出来？你为何不曾跟我提过？罢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，没提就没提吧。你还好吗？你们还活着吗？这外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群不长眼的，倒是不难对付，就是有些难缠。这不是把奴家给缠住了，还害你们掉进了这个地方。你既然都来了，让我们出去吧。神君，这你可为难奴家了。奴家在这地方设置了几千年的封印了，哪是那么好解的呀？这个口呀，只能进不能出。你们要是想出去，得到达一个阵眼，那里才能出得去，就在后山上。行了，我去那边接应你们。他的身体还得继续治疗呢。走吧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撑得住。好了，我背你。来。
受伤了？没有。这是之前在东海的时候受的伤吗？没事。别背我了，放我下来。别动。我自己能走。别逞强。没事儿，我们尽快找到阵眼。我可以自己走。如此，便只差碧海藏珠了。行至此前，冰封东海，深中盖场。沈离也是半个废人，算是强弩之末。今日正好趁此机会找到谁，一举夺得碧海藏珠。这是哪儿？灵蛇之地。星矢，我们还有多久才能找到阵眼？我的身体烫得有些不对劲。必须立刻融合碧海藏珠，不能再拖了。去那边打坐。走。你告诉我，他是如何给你治疗的？让寒气运行我周身血脉，助我融合碧海藏珠。好。星矢，闭上眼，定心神，这样我的术法才能更容易游走你周身血脉。谁？定心神。有人说话。这里的气息本不轻，被傀儡的瘴气影响，变得更加浑浊。所以你一定要清清精神，不受它影响。他为你疗伤，运送功法，带上你烧伤的那个道，要助你融合天然之法最属于胡言乱语，不可能！有何不可能？他是神，身负天下，他不能动私情。
他不能动私情是他的事，你怎么动？你是圣人，没人规定你不可以动私情。既然他需要克制，那你主动不就好？滚！既能让他不犯天道，又能满足你的一己私欲，就在这个世上，没人会知道。你从来只会压抑自己，克制自己，一心只想守护灵界族民，盼望天下苍生。你可曾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？一生就放纵着彼此，就在这儿，没有人会知道，天道也会不到行止的头上。这是你是人，一时的克制不住。你很爱他，他也是人；你很爱他，他也是人，你还不知道。神人，你看我，神人，看我。上过时，一个个离去，只留你有之物，打破它又如何？这天道为孽又如何？你故意引诱我，在这阵法里看到这一幕，意欲何为？我能看到的，我能让你看到的，不过是人云亦云。这些就是行止的人，是他挥之不去的心头梦魇。而我是你心中的人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你，不是，我就是你想做又害怕做的自己，不是你，留下。你一定要定心神，知道吗？对不起。你为何与我道歉？若你我不曾相遇，我从未爱过你，你我也未曾，就好。阿离，我活了这么久，数万年的光阴，可最让我庆幸的，就是遇到了你。可是你遇见我，你便受到了天罚。
我受到逆天惩罚，并不是因为遇见了你，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克制一下。我很冷静，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陆雪兰，如果选错，那也是我的错。星矢，东海之上，你涅槃未成的那最后一刻，我以为我会死掉。那时候，我最后想到的是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会一直在，不管天崩地裂，是你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这么久没来后山，那地方在哪儿来着？